身为流行偶像，藤代每日邀请不同的女粉丝回家，不分俏皮可爱或是高贵优雅，只要她们承诺保守秘密，他乐于接纳，无所谓挑剔。至于礼节，他似乎从未懂得它的重要，毕竟免费的馈赠怎能拒绝。那天在公司，一个女孩突然叫住了他，看着他手机壳上的照片，藤代马上以为他是预约时间的粉丝，于是他直接抓住他的手说：“公司里不太适合深入交流，虽然知道你迫不及待，但请暂时忍耐。”等到晚上，女孩却皱起了眉头，力图挣脱他的把握。在挣扎中，两人意外摔倒，手指不经意间紧密相扣，造成了一幅极其亲密的画面。小千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因为严厉批评一个欺骗女生的男学生，结果遭到了学校的解聘。对此，小千感到非常无奈。虽然早知那男生家世显赫，但他无法容忍他的谎言不幸接踵而至，无法避免。刚失去工作，又收到拆迁通知，房东要求他在1个月内搬离，这让他不得不再次寻找工作。但接连几所小学都婉拒了他。挂断最后一通拒绝电话后，小千感到深深的沮丧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失主希望他能将手机送回。虽然这要求有些冒昧，但善良的小千还是按照地址前去。紧接着便发生了那一幕，将手机还给失主及社长之后，小千本想立刻离开，却被老社长硬留下来。他表示手机对他极其重要，内含众多艺术界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，不给予适当的感谢似乎说不过去。接着他慷慨地送出一份豪华便当，这份大方的礼物不禁让人印象深刻。小千对这丰富的便当也十分满足。当他丢下便当盒，藤代再度向他走近。藤代面临女孩不投怀送抱的局面，显得尴尬。事后，他询问社长女孩的身份，尚未得答。社长发现小甘的简历，边喊小千边追去。听到这名字，藤代脸上露出古怪之色。小千次日取简历，社长建议他留下工作，强调培育人才的共通之处，保证若找到学校工作，可随时离开。经过一番说服，小甘决定试试看。社长安排原负责藤代的员工交接，无需经验，所以经纪人的主要工作还是由原来做，仅需接送藤代。次日一早，小甘驾车至藤代住所，藤代迟迟未现，电话无人接听。他按门铃，却见妖艳女子带着汗迹。这时藤代赤身出现，小甘羞遮眼睛，责怪藤代不穿衣接客。一天的工作开始，先拍奶油甜品广告。藤代面对镜头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千垂涎欲滴。拍摄后，藤代表情厌恶，不喜欢奶油制品。面对质疑，藤代理直气壮，言娱乐圈充斥谎言。又到下一拍摄场地，藤代只是加笑声，导演信号后全员笑。小干恨不得教训藤代。翌日，小干如常开车，今天的女伴更丰满可爱。车上他问藤代，每天更换女伴是否太无情？藤代似乎对此事毫不介意，他便称这样做是为了女孩们好，认为拒绝他们的热情会令他们伤心。这样的逻辑让小千无法接受，气得牙痒。他们很快抵达了拍摄现场。藤代此行是为了客串一个角色，与他同台的是公司的顶级女星，那就是曾担纲晨间剧女主角的利布。剧本的名字叫《专一的爱》。小千看到这，感觉非常矛盾。现实中这个不折不扣的情场高手，竟然厚颜无耻地出演这样的剧。但是目睹了他们的对手戏，之前在心中怒吼的小千，突然被他们深情的演出所打动。他开始质疑自己为何会心动。晚上，他对藤代说：“今天你的表现确实很出色，但希望你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自律一些。常言道，情欲是刮骨的钢刀，你这样每晚都换不同的女伴，你可能对自己的耐力很有信心，但也要懂得长流水才能绵远啊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愤怒的男人冲了过来，小千正欲上前阻止，却被对方推开。关键时刻，藤代及时握住了他的手腕，同时几名工作人员赶到，将那名愤怒的男人吓走。这时，小千惊讶地看着藤代：“你刚才叫我什么名字？”“那是小时候一个讨厌的人给我起的小名。”“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“小时候他经常被那个人欺骗，在同学面前出丑，因此他极度厌恶谎言。”知道了藤代的真实身份，小千开始拼命找工作，只希望能尽快远离这个他最讨厌的男人。但工作还没找到，他又遇到了难题。今天本是他搬家的日子，不幸遭遇了网络租房骗局，现在既无钱又无处可住，打电话寻求闺蜜帮助，结果闺蜜的男友恰巧也在，3个人挤一张床，显然不太可能。得知这些后，藤代轻轻地讥笑了小干的纯真，随即问道：“能否将行李暂时寄存于他的住处？”而对于小干的处境，他表示不忍心让这位小姑娘无家可归。眼前展露的是金碧辉煌的景象，他发现房间的豪华程度远超他的预期。确实，一人的公寓竟如此奢华。他心想，自己怎配住这样的地方？将行李放下后，安置好行李，小干就想立刻告别。藤代提出，既然这里的费用由公司承担，他可以更快积攒搬家资金。看到小干有所动摇，藤代立即把握机会，重复保证他绝无其他意图。在设定了几条生活规则后，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名义上的同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干被一股咖啡香气唤醒，他还没完全清醒，就看到藤代光着膀子端着咖啡走来。
他说今天就先这样，当然还包括洗衣，但下次轮到小干了，包括洗衣和烹饪在内。他开始怀疑，正在胡思乱想的是，他是不是为了使唤他而让他住进来的。他正陷入杂乱的思绪时，藤代突然又走近，将房门钥匙缓缓在他惊讶的目光中忽然蹲下，把房门的钥匙放进他的手心。这天小千好不容易，但藤代又怎会轻易让他离开呢？小干终于有了一次面试的机会，关键时刻，藤代的连环短信打乱了他的思绪。他发情绪求助的信息，表达身体不适，恳求他立刻回到他身边。紧接着电话也打了进来，藤代痛苦的呻吟声让小干无法保持冷静。他向面试官赔礼道歉，然后急匆匆地向住处奔去。到达后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藤代的恶作剧，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他找到工作。小干终于忍无可忍，对着藤代愤怒地吼道：“玩弄人也应有个度。”次日在车中，藤代为昨日的恶作剧道歉。而经过一整天的深思，小千终于想通了。他向藤代表示理解，心有不甘，却总被你的表演打动。为了让他人快乐，他请他继续编织谎言。回到公寓，他默默开始打包，决定去好友家暂住一段时间，同时决心辞去经纪人的工作。因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，这一次藤代并没有留他，而是邀请他一起喝杯酒作为告别，却意外发现自己与最厌恶的男人共枕。由于喝醉了酒，忘却了与藤代的矛盾，未能感受到那份身心的快乐，感到自己吃了大亏。回忆起昨夜自己的主动，他想找个洞钻进去，质问自己为何要贪杯。接着藤代的话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，藤代的话让小干不由自主地走进屋内，越想越觉得紧张，还觉得刺激，衣衫被汗水浸透。他想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，还没走到门口，藤代又叫住了他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小千作为经纪人对艺人出手，在圈内是大忌，合同规定他得支付巨额赔偿金。想到自己连房租都付不起，面对社长的愤怒，小干不知所措，但只要他保密，这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。当然这是有条件的，无奈之下，小干只能选择留下。夜晚降临，藤代洗完澡，轻松地走向小干。他指出同住的好处，晚上可以一起讨论工作，提议一起看他即将播出的电视剧。看着电视上藤代让人心动的模样，小干脸颊泛红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心跳不已。而藤代回头会心一笑，仿佛在说小干其实很享受这些话语。杂志拍摄的第二天，小干目睹藤代与吏部的密切互动，确信他们是天作之合，而自己不过是旁观者。晚上吏部意外造访，小干为了隐匿，躲进旁边的柜子。室内气氛暧昧，吏部向藤代袒露情感，那双眼睛深情凝视藤代，早已对你关注良久。他的魅力优雅中带着天生的撩人姿态，令人无法抗拒。柜中的小干咬唇，情不自禁羞红了梗子，听着外头的话语，心绪纷乱，担忧他们将在自己面前演出情感戏码。外面的氛围似乎即将迸发，藤代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巧妙地避开了吏部伸出的手，表示自己因拍戏而疲惫，提出不早了，有话改天再聊可好。吏部思量，觉得有理，自知体力有限，不宜贸然行动，决定退出，向藤代行了个礼，改日再议，我告辞了。外面静下后，小干缓缓推开柜门。次日接到社长的紧急电话，通知他不必陪同藤代录制，而是立即回公司。挂断电话后，心想是否自己居住之事已泄露。抵达公司，他急忙向社长致歉，承认责任与藤代无关，原却表示责任不全在他。社长随即展示报纸一份，是藤代和吏部的新闻。他内心的忧虑略感释然，公司的努力，风波似乎已平息，却还在担心事情的后续发展。原意感到自责，认为多些留意或可避免此事一瞬间的疏忽可能毁掉艺人的前程。此时消息传来，藤代急匆匆赶回，为昨日之事，我诚恳致歉，我的鲁莽行为不应把你送至公寓下，你的知名度正在上升，必将成为狗仔队的焦点，从此无论何事都需时刻警觉，有人正注视着你。这番话令小干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。回家后，他向藤代坦白，如果他的居住被曝光，必将影响到你的事业，他决意放弃经纪人工作，哪怕需要赔偿，他愿意工作偿还，因为他希望你在演艺界永续发光。他边说边打包准备离开，藤代迅速阻止，呼吁他不要离去，这让小干困惑不解。你真傻吗？承担如此风险，只为留下一个不懂藏的我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最佳的经纪人，你总是提醒我何为最要紧，避免我无意冒犯他人。你会记下每位工作人员资料，有你在剧组，不仅营造和谐氛围，还关乎演出的好坏。因此希望你继续作为我的经纪人，让我们共同为梦想努力。小干首次相信藤代无期，与藤代并肩作战是可能的，未知未来能走多远，但他决心做好你的经纪人，一同迈向你的梦想。当两人正准备携手前进时，公司突传来通知，藤代正值事业攀升，社长特聘资深经纪人。在这位新助手的加持下，藤代事业达到高峰，代言、综艺、戏剧排满档期。相较之下，小干的处境则显得较为黯淡。他被迫离开藤代，
被分配至吏部身边。因公司原有人手不足，未经培训即匆匆上岗，首次踏入晨间剧拍摄现场，小干处处手忙脚乱，为吏部撑伞，却差点伤起眼。拍摄间歇，吏部欲复习台词，小干误翻至错误页码，最终吏部未能复习成功。用餐时间，他奉上一份高热量便当，抵达时却错过了用餐时段，吏部只得饥肠辘辘的拍戏。这才明白藤代当初的宽容。小干夜晚独自在办公室补课，此时加贺前来探寻，对于藤代的兴趣爱好提问。小干困惑之际，他表明要深入了解所服务之人，记下他的每一言语，在对方难以启齿时代之发生。随着这样的磨合，信任便逐渐建立。听加贺一席话，小干豁然开朗。回到办公室，他拿出吏部的作品研究，旁边的藤代却感到郁闷。他为经纪人时未曾如此投入。次日，小干的敏锐度有了显著提高，导演一喊卡，他立刻伞下相迎，不待吏部催促，主动递上整理好的台词。时光流转，小干日渐驾轻就熟。吏部偶见小干，与剧组人员协商戏份提前，担心工作强度过高影响健康。自此，吏部内心真切地接纳了小干。拍摄收工，俩人正享受愉快对话，吏部瞥见手机，神色骤变，遭遇网络喷子的恶评洪流。小千看后认为这些人过于苛刻，吏部释然，称这是名气的代价，尽力置之不理，却偶尔会受其影响。特别是自从参与晨间剧起，对个人隐私加倍小心，连与爱人共进晚餐也成奢望，内心时常泛起疑问，不从事此业或许会更幸福。次日，加贺找到社长，建议重点发展藤代的综艺及广告路线，小干立刻反对，坚信藤代的演技最为迷人，每次观看都深感触动，期待更多精彩表现。听闻小千的坚定看法，社长决定两条路线并重推进，对藤代的前景充满信心。小干归家，发现一片凌乱，藤代病态地躺在沙发上，小千急忙提议前往医院，却被藤代坚决拒绝。以免暴露两人同居真相，小干拿来凉水，边照料边询问当日拍摄失误是否因发烧，整夜悉心照顾，待到天明烧退，方才放心。这时意识到吏部今日起早，急忙联系确认，吏部决定自行前往，嘱咐小干直接去现场。小干到达后，得知吏部未至，电话一失联。女孩的勇敢可嘉，渴望与所爱堂堂正正相伴，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辉煌的演员生涯。在事业高峰期，她做出了淡出幕前的决定。常言道，努力不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，毕竟感情的世界里，强求是没有结果的。即便如此，吏部对自己的选择毫无悔意。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清晨，由于小干的小疏忽，吏部只能自行搭乘出租车赶往工作现场，却刚走出家门就被众多路人认出。已经因为工作压力与情感纠葛疲惫不堪的他，面对纷至沓来要求合影的路人，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网上那些无情嘲讽的影像。紧接着，一股剧烈的眩晕感袭击了他的全身。幸运的是，在昏倒之前，他依靠过硬的职业素养和意志力，坚持着没有在街头昏倒。这一幕让小干感到无比自责，但吏部反而转过身来安抚小干，告诉他这并非他的过错，坦言因为这点小挫折而颓废，反映的是自己的脆弱。虽然小干满心担忧，吏部却坚持要去完成剩余的拍摄工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随着清晨剧集的圆满收官，所有人都以为吏部的事业将会步入一个新的高峰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在剧集杀青之日，毅然在镜头前宣布了自己的退圈决定。这一决定引起了经纪公司内部的剧烈动荡，社长面带怒色，对原逼问是否有任何征兆未被察觉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小干灵光一闪，将吏部此前向他倾诉的苦闷分享了出来。这些话语却让原感到难以接受，原因是吏部正是他从高中起一步一个脚印辛苦打造的明星。没想到最终他的努力竟不如小干这个新人更懂得吏部的内心世界。心中充满不服的原在那一刻提出了辞职。在离开之际，他对小干留下了尖锐的话语。对于小干那种讨好艺人的做法，他是坚决不能认同的。在此之后，按照社长的安排，小干带着吏部钟爱的布丁去探望他。吏部被这份心意深深感动。社长和原一直从他高中时代就对他照顾有加，然而这次他却给他们造成了不少困扰，这是他无法控制的。因为对于这份工作，他的身心早已发出了抗议的信号。现在远离了演艺圈的纷扰与束缚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清晰。因此，回到过去已是无法实现的事。他私下里向小千发出了一个请求，渴望能与藤代单独见面，但他担心被记者偷拍，可能给藤代带来麻烦，因此他希望小干能出手相助。当小干回到办公室，正在犹豫是否应答应时，加贺突然进来，告诉他，他在今天与藤代交谈时感觉到，吏部的突然退休可能与藤代有关，因为藤代目前对一个女人怀有真挚的情感，并且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，他打算近期向那个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加贺认为那个人就是吏部，因此他想试着将两人牵引在一起，但他打开门时，包间里坐着的却是吏部。使命已经完成，小干便十分明智地选择率先退出现场。
而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的小干，心中涌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。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次撒谎，竟然是对自己抱有好感的男性说出的。但他还没等多久就回去了，藤代也带着阴沉的表情回来了。对于问候，他没有回应，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下。他缓缓站起身来，然后直接把小干按在墙上，对他说：“现在。”他将这句话原样还给他。看着电视里英俊的美少年，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绿光，脸上满是迷恋。就在不久前，藤代的突然告白使小干一整天都心神不宁，尤其是两人独处时，他更是心乱如麻。而藤代似乎完全没有察觉，他还特意询问小干亲吻后的感受。他说着就要向他靠近，小干连忙伸出手来阻止。他解释说，由于吏部的退休，他又成了藤代的经纪人，因此为了工作，藤代你应该稍微克制一些。在第二天的新电影见面会上，加贺告诉他，这次藤代扮演的是努力想要与失忆的前女友重归于好的敏感角色，如果能够演绎得很好，这部作品将成为藤代的标志性作品。因此，作为他的经纪人，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他。就在这时候，电影女主角白川小姐缓步走入，她的光彩却不及她那位经纪人。白川小姐辞职后，意外加盟了一家顶尖娱乐公司，她给予藤代不小的压力。首先祝贺她首次担纲电影主角，接着带着几分讽刺地说，他曾主演早晨剧集、历史剧和大片，所以在拍摄期间，藤代的温柔待他哦。在这压力之下，藤代拍戏时屡屡出错，有时为了一个镜头要花费数小时。为了帮他进入角色，回到家后，小千主动提议一起排练台词，但演着演着气氛变了，情绪升温时，藤代突然从后面紧抱住小干，一心只想着工作的小干没有抗拒，直到藤代口中呼出的是他的名字。随着藤代手掌的温柔力度，小千也不自觉地回应了这个拥抱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客厅紧拥良久，小干猛然清醒，急忙挣脱，结巴地说出：“藤代，你演得很投入，明天也请保持这份情感，今晚就到这里吧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小干接到社长的电话，让他查看当天新闻，并尽早来到办公室，但千万别与藤代同行。挂断电话，藤代因动静而走出来，两人对手机上的新闻大吃一惊，他们同居的事被曝光了，急匆匆赶往公司。小干准备承担一切，声称为了藤代愿辞职。旁边的奈斯立即打断，这么做未免太过反应。经纪人送艺人回公寓很常见，他已与报道媒体沟通，对方同意撤稿并修改文章。这时藤代也匆忙赶到，一见面就急忙道歉，请不要因此事惩罚小千，为防止误会再起，以后由我负责接送藤代。在片场，两人会保持适当距离。在小干的夜间辅导下，藤代与白川主演的影片顺利完成。庆功宴上，白川小姐形象焕然，从之前的淡雅到今日的耀眼，连香水的香味也换了个风格。在小干困惑时，原告诉他白川的新境界，他此次饰演一个勾引众多男性的魔女。原离开后，加贺向小干详细说明，白川演技的可塑之强，不似藤代般依靠剧本感觉，他将角色性格与情感完美融合。派对结束，藤代与演员们继续参加二次会，而独自在家的小干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聚会中，白川邀藤代稍作休憩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干未眠，听到开门声，立刻起床迎接。藤代分享昨晚愉快的时光，第一次感受到这样有意义的聚会。众人畅谈演技心得，特别提到白川小姐，一次剧本阅读便能深入角色。这些话后，藤代起身准备洗澡，而路过时，小千嗅到他身上白川的香水味，藤代急忙辩称可能是他坐在旁边饮酒所致。新人演员为提升演技，在经纪人面前毫不迟疑地同前辈驾车而去，速驰至汽车旅馆。但房间内，白川突然宣称此行与演戏无关，他想与藤代独处。缓缓站起，一边靠近一边解开颈间丝巾，轻轻地把藤代推倒在床上，接着熟练地用丝巾蒙上他的双眼。此刻，小千连续拨打电话未果，表情复杂地向加贺求助，加贺也无计可施，唯有选择信任，相信藤代与白川都会自持。但对小干来说，信任并非易事。抵家后，在客厅来回踱步，心绪不宁，等待藤代深夜归来。小干怒气冲冲地盯着他，强调不干涉私生活，但强调作为经纪人的危机管理职责。藤代还未回答，就被小干严厉的目光震慑，急忙解释当晚经过。被蒙上眼睛，仅感觉呼吸，周遭世界骤然寂静。好奇摘掉丝带，却见白川拿着钱包，笑意盈盈地望着他。次日抵达公司，社长笑着报告，藤代与白川频频电视露面，带来众多邀约，均是与白川合演的爱情剧。小干原先喜悦，顿时心情黯淡。这时加贺带来佳音，藤代与白川被意大利导演选中，共赴在日研习会，是难得的良机。此机会意味着无限可能，但小干并未感到欣慰。他查到该导演偏好拍摄官能题材，对官能描写尤为出众。小干因此忧心忡忡了一整个下午，看时间差不多，准备去接藤代，却发现人已不在。导演助理告知，藤代与白川已经一同离去。小干正欲拨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却意外地先接到藤代发来的安抚短信。
短信中，藤代坚称让小干不必忧虑，他解释仅与白川讨论工作事宜。沮丧地回到家中的小干凝视着手机屏幕的信息，回忆往昔。小干急忙前去阐明真相，他和藤代并未有超越界限的关系，仅仅是共同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罢了。他紧张地嘱咐袁姐守口如瓶，袁姐安慰他无需担心，他绝不会泄露秘密。夸赞藤代也是他精心培养的明星，他怎能做出损害他事业的举动？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小干不得不面对对藤代深深的情感。摆在小干面前的是两个选择，要么离开经纪人的岗位，要么弃绝这段不应有的情感。次日在研习会上，藤代和白川在所有演员中被特意挑选留下，导演有意让他们主演新片，讲述极致爱情故事。当晚，藤代突然向小干表达想要拒绝这角色。他注意到小干已久违的笑容，他认为即便机会再好，若不能令小干开怀，则一切皆无价值。他坚信只需不断努力，总能再遇类似良机。听到小干的坦诚话语，藤代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做出决断，决心为了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。但第二天一早，藤代醒来，却惊讶地发现小干连同行李一并消失。面对之前原给出的选择，小干决定坚守经纪人的职责，因为他曾承诺藤代要伴他同行至未来。之后匆匆租下一间简陋的住所，小干调整心态，准备重新投入工作，却在门外偶遇长久等待的藤代。面对藤代的追问，小干试图以租的一间性价比高的房子为由撒谎，话音未落就被藤代直截了当的揭穿。他指出小干仍旧不擅长撒谎，尽管他现在已经决心向小干倾诉真心，意外的你却变得谎话连篇。再次在见面会上，白川小姐又展现了不同的一面。袁姐对小干说，美魔女的电影终于杀青，而新剧本尚未到手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白川小姐本人。随后的电影大纲是两位陌生男女被困一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最终坠入爱河。这部影片独特之处在于无剧本，演员需凭真实感受来演绎，这种拍摄方式容易让人真情流露。正因为没有剧本，演员时时刻刻在培养感情，导演更是特意要求大胆的场面。拍摄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小干注意到藤代和白川在戏内外都颇为亲密，剧情迎来了高潮。目睹两人在镜头中的亲密场面，小千无法继续观看，转身离开。直到白川完成拍摄，藤代环视四周，也未见他踪影。藤代晚上找借口将他叫到一旁，随后向小干坦白，拍摄中脑海里满是小干的身影，甚至幻想白川小姐的面容变成你。经过一番犹豫，小干也紧紧拥抱藤代。正当两人准备亲密一番时，藤代的电话不合时宜的响了。电话传来的消息让藤代震惊，迅速拿起外套，要求小千陪他回家。因父亲病情危急，藤代和小干夜行赶回老家，途中的风景引起藤代的感慨。因与父亲关系疏远，多年未曾回家，父子间也失去了联系。自己真的那么不受欢迎吗？即使生病，父亲也不愿意通知他。这次是哥哥私下打来的电话。到家后，藤代的父亲似乎并不像听说的那么糟。哥哥急忙解释说，得知你要回来，父亲的病情奇迹般好转，甚至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气氛骤然间变得微妙而充满了尴尬。小千急忙向在场的人们热情地介绍起藤代。藤代，这位现正当红的演员，在电视屏幕上频繁亮相，但对于藤代的演艺事业，他的父亲却似乎漠不关心。然而一提到小干的名字，父亲却显得有些惊讶停顿，仿佛是宿命的讽刺。想起童年时，藤代经常受到宗纯不实之词的欺骗，总是愁云满面。而今，藤代却成为了曾经欺骗他的宗纯的经纪人。得知这件事的社长，在第二天安排了半天的假期给藤代。他希望藤代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陪伴在父亲身边。小干此时寻找哥哥，询问父亲为何将病情对宗纯保密。哥哥解释，父亲不想打扰忙碌的藤代，毕竟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都有所追求。父亲坚持告诉他，不论发生何事，都不要去联系宗纯。在这一刻，父亲也在向藤代询问关于小干的情况。世间万事似乎无疑是偶然，你们二人的重逢定有其深远的意义。在晚上整理家中旧物的时候，藤代偶然在桌脚下发现了一本父亲的收藏册，那里面收藏着自己从艺以来的所有作品海报。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，尽管父亲内心关心，却总是表现得若无其事，真是过于压抑自己的情感。藤代在第二天向父亲作别，告知他必须因工作而离开。他让父亲不必忧虑，工作一旦结束，他将立即返回。但是父亲听后却断然拒绝，告诉他离开后就不必再回来。相反，他告诉小干，如果有空可以来看看。在通往机场的路上，藤代接到了哥哥关于父亲病情恶化的电话。小干听后立刻停车，急切的提议立即掉头返回。然而藤代并未同意，而是要求直接前往拍摄场地。他坚信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，演绎好每一个角色，以此满足父亲的期望。在电影顺利杀青之后，藤代坐回车中，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，与小干相拥而泣。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就在不远处，有一位狗仔正在偷偷地拍摄这一感人场景。抵达他的住所之后，
藤代带着一份认真及诚意，向小干发起了正式的恋爱邀约。他表露了一颗真挚的心，愿意为了两人的未来，随时准备退出繁华的演艺圈。之后，两人手挽手，步履匆匆地走向了床前。紧随其后，是一场如狂风骤雨般激烈的缠绵。在这同时，某家忙碌的杂志社里，正有人急匆匆地印制着两人在车内拥抱的照片。经历了整夜的狂风暴雨般的纠缠后，小干感到自己几乎要支离破碎。而当他抬眼望向近在咫尺的藤代，他的双眼流露出羞涩的光芒，他的手指轻柔地在脸颊上游走，眼中充满了沉醉和迷恋。他认识到这个男人不仅强壮，而且拥有难以匹敌的力量。可是当浸浴在爱河中的两人刚一踏入公司，社长便跳出来，把今天的头条新闻当作质问的开场白。他的脸上满是愤怒，直接质问两人这究竟是何情况。看着两人争辩的场面越发激烈，小干急忙站出来，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。他深切希望藤代能继续在演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因此他决定辞职，同时选择与藤代暂时分开。在他所属事务所的操作下，这段原本纯洁的相爱之情被扭曲成了一桩丑闻，而小干也因此成为了公众的攻击目标。不仅仅是网络上的谩骂连篇，现实生活中他还不得不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。藤代内心极其渴望能为小干辩护，但他考虑到公司的立场和小干的期望，只能选择保持沉默。唯有在夜晚的电话中，两人才能倾诉彼此的相思之情。他们都在默默等待，期盼着那个让他们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的机会。幸运的是，这个机会并未让他们等待太久。得益于之前与白川小姐合作的电影，藤代荣获了年度最佳男主角奖项。在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期间，他不顾在场社长的阴沉面色，大胆地向着麦克风讲述了他与小干的爱情故事。他坦白了作为一名艺人与经纪人交往，必然会遭受外界的诸多非议，但即使面对这些，他依旧坚定地希望与小干共度余生，并且渴望他能够一直作为他的经纪人。藤代的这段真情流露，使小干深感到无比的感动。然而感动之余，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忧虑，因为藤代在全国观众面前直播中所说的这番话，让他不禁担忧他今后在演艺圈中的路该如何走下去。在小干焦急地寻找藤代的时刻，他却以一种宁静自若的态度面对，告诉他没有必要过于忧虑。他坦诚地表示，尽管他尚未查看社交媒体上的反馈，但他相信公众的响应应该不会过于负面。他乐观地预测，肯定会有大量的声音站在他们这一边。在这样的安慰下，他站起身，温柔地把小干紧紧拥入自己的怀抱。在故事的尾声中，事务所凭借这起事件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名字，社长也借此机会签下了众多新的艺人，大大扩展了公司的规模。